和大家分享在发球时利用整个身体从压缩转为释放，借此反弹产生充足能量的前置准备动作奖杯姿势。这也常常是业余球员和专业球员之间造成发球球质差异很大的原因。至于为什么被称为奖杯姿势，是因为早期很多的网球比赛奖杯都是长这样，因此在发球时的这个蓄力动作就被称为奖杯姿势。这个动作的目的和底线击球的 Uni-turn 相同，就是让整个身体储存扭力，然后反弹释放，用全身带动手臂，最后加速球拍。尤其是当您打球已经有一段时间，已经可以控制球，也知道如何让球正确旋转，接下来想在球质上做突破，这时候建议您不要只是在肩膀及手臂上更用力，而是试着往奖杯姿势上找答案。我们看一下两位网球传奇 Sampras 及 Federer 奖杯姿势时的共同特征。首先是屈膝屈髋，头部保持向着上方。接着是让肩膀的回转略大于臀部的回转，储存躯干扭力。至于肩膀及手臂动作，则有主要两个动作达成。第一是肩部的水平外展，第二是手臂带着一些旋后，做出曲肘。好的肩部及手臂动作大致上会像这样。最后就是在上述动作过程中保持身体平衡，平衡才能让身体放松并保持弹性，整个身体使用才会有效率。若能做到上述几点，大致上就具备了奖杯姿势的基础结构。一开始练习奖杯姿势时，通常会有以下几种常见的错误，建议大家能在初期就先避开，以免日后要花很多时间去修改错误的习惯。首先是欠缺奖杯姿势，球一抛就急着把身体往前转，没有先让身体储蓄能量。建议大家发球时不要急，先利用奖杯姿势储存能量，然后释放，才会向着高品质的发球前进。第二是没有屈膝以及屈髋，仅有上半身的动作。这样的动作意味我们舍弃了身体最强壮、最有效率的腿髋肌群，仅用肩膀及手臂当作力源，除了效率较差，也容易受伤。接着介绍一种即使是在专业球员身上也偶尔会看到的问题，就是服务生托盘式的肩膀动作，也就是用肩膀的内收取代了外展，会让动力链传递中断。这个动作通常发生的原因是拉拍时手臂过度用力，导致肩膀紧张。建议您放松手臂手腕，利用球拍绕行时产生的动量惯性，让球拍自然地摆荡到需要的位置即可。接下来是手腕，在奖杯姿势时，建议不要急着降下拍头，这个动作容易让手腕僵掉，影响最后拍头加速的效率。手腕属于末端肢体，担当着最后加速拍头的重大使命，千万不要在挥拍过程中让手腕僵硬，要保持手腕的柔软。最后是平衡，若失去平衡，身体势必紧绷而没有弹性，剩下能做的只有单靠手臂去挥拍。有一种说法会认为将球抛越前面越好，让身体尽可能跳进底线击球，可以缩短球场距离，增加球速。但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平衡问题，并且太过于前方的击球点，在二发时会让我们无法加入上旋的这个重要元素。这个细节在后续向各位介绍二发时会有更进一步的解释。以上跟大家分享关于发球时的奖杯姿势，祝大家不断进步，也不受伤的享受网球。Wow.